Hello，大家好，这里是 BPW Study。苹果发表会刚刚结束了，看完之后我真的是有点傻眼，就是没想到哇，居然这样子就结束了。我原本以为要花很多时间会诊，但是今年的更新真的是太少了。我大概就是发表会边听边打，就把这次的更新大概会诊完了，所以我就分享给大家吧。反正这次苹果发表会，它就很着重在2030年净零碳排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在发表 Apple Watch 的时候就说，今年这3款的 Apple Watch 就是史上第一款就是碳中和的 Apple Watch。对，那 Apple Watch 这次就是推出了第9代嘛，然后 Ultra 的第2代，还有 SE。那在 Apple Watch Series 第9代的部分，就是增加了新颜色，就是粉红色的这个新颜色，然后还有 Prada Red， 然后电池续航力可以来到18个小时，然后它的最大亮度来到2000尼特。那如果是在 Apple Watch Ultra 第2代的话，它现在目前来到苹果史上最大的萤幕亮度，也就是3000尼特的最大亮度。在 Apple Watch 第9代晶片部分，它就是使用了 S9 晶片，那据苹果称，速度就是比前一代提升了大概30%左右。那在功能的部分也新增了6个全新的功能。第一个的话就是你现在在单车模式的时候，你就可以连接一些外界的蓝牙装置去计算你的功率啊，或是你的心跳。那再来的话就是它增加了深度学习的部分，去把它优化，所以你现在在跟 Siri 对话的时候，它整个反应啊，还有整个对话，它的效能都会提升。那在第4个更新的话就是 Name Drop， 那其实就跟 iOS 17里面推出的 iPhone Name Drop 一样，你现在把2个 Apple Watch 摆在一起，你也是可以交换彼此的联络资讯。那第4个更新的话，就是你现在可以很准确的去定位你的 iPhone 啊、你的 HomePods 还有等等的装置，因为今年 iPhone 15跟 Apple Watch 它新增了这个 Bandwidth Chip， 所以你现在就可以很准确的知道说你的装置离你的距离是多远，然后它方向在哪里。那你的手表跟手机的画面同时也会去显示它的距离，然后并以震动的方式来提醒你。那在第5个的话就是全新的手势，就是 Double Tap， 你就可以直接透过手指点2下，那你就可以去接挂电话，打开倒数计时，然后滑动 Widget， 或是你可以直接控制 Apple TV 的影片可不可以直接播放。对，所以它就是多了这个全新的手势，基本上跟上一代没有太多的进步，连我们可能比较期望的，比如说体温啊，可以测量体温的更新，它其实也没有做什么太大的更新，所以真的是蛮挤牙膏的。我们等一下看到 iPhone 15系列就知道苹果这次到底是多挤牙膏了。那在 iPhone 的部分，我就会分成价格、外观、晶片、相机，跟大家说明一下这次的更新。那首先先讲到 iPhone 15价格的部分 ，iPhone 15价格其实在美金的部分是没有调涨，但是在台币的部分，我们最低价格就是从29900元起跳。那原因就是因为汇率嘛，对，但是汇率其实跟去年也没有差太多，大概都维持在31、32左右，所以这次真的是涨得非常的凶。我觉得要花将近3万块才能买一台最低阶的 iPhone。那首先来讲到 iPhone 15晶片的部分，那今年晶片不意外嘛，就是使用去年 iPhone 14 Pro 的 A16 Bionic 的晶片，那就是6核心 CPU、5核心 GPU。第2个的话就是刚刚所讲的 Wideband Chip， 就是那个全新的晶片。比如说你的朋友他也是使用 iPhone 15，那你们就可以使用这个功能，然后来互相侦测对方的位置。那对方很靠近的时候，他手机就会以箭头的方式还有震动的方式来提醒你。然后第3个的话就是你现在在通话的时候，它也提供了自动屏蔽噪音的功能。那再来是外观的部分，其实在先前影片就说过嘛，在这次外观最大的改变就是正面改成了动态岛的样式，就跟 iPhone 14 Pro 长得一模一样。那这次在手机侧面手感的部分就是变得比较圆弧形，它导入了 2.5D 倒角的设计。萤幕外观比较大的亮点就是最大亮度的提升。去年的 iPhone 14系列，它的最大亮度就是800尼特跟1200尼特，那今年提升到了1600尼特跟2000尼特。那今年整体 iPhone 15的颜色都变淡了，它目前有粉红色、黄色、绿色、蓝色，还有黑色这几个选项。那它是使用铝合金，然后搭配注射玻璃的背板。对，所以这次颜色看起来会变得比较特别，它会有点接近雾面跟亮面之间的那种材质，不会像之前是整体光滑的玻璃颜色，看起来可能会变得更加有质感一点。那再来外观更新就是 Type C 啦，那 Type C 真的是不出我们所料，它还是使用了 USB 的 2.0， 就是跟 Lightning 一样最慢的那个传输速度。那在 Type C 的部分，它现在在 AirPods Pro 还有旧的 EarPods， 它同时也会推出 Type C 的版本，对，但是居然在 AirPods 一般的版本也没有推出 Type C， 重点是 Type C 的价格还比原本 Lightning 的价格还贵，苹果真的是连这个充电壳部分都要再盘一次啊。然后荧幕刷新率的话，就一样跟上一代一样是维持了60赫兹，并没有到120赫兹。那接下来就是相机的更新，那相机一大更新就是这次终于导入了4800万画素的镜头，所以你现在就可以直接透过裁切的方式，然后还有透过跟去年 iPhone 14 Pro 一样光像引擎的功能，然后去合成出一张2400万画素的照片。那也可以直接透过裁切的方式，然后让你同时拥有像2倍镜的感觉。那在相机部分比较特别的2个功能，就是你现在可以去事后去进行人像模式，以前我们要开启人像模式之后才可以直接拍摄，那我们现在可以移到相片的编辑之后再去设定你的人像模式要不要景深。
那在第二个的话，就是你现在可以去调整它的对焦，其实就跟我们之前在使用电影模式非常的接近，你就可以自动的去调整你现在要对焦在前面，对焦在后面。那你在 iPhone 15系列都是可以自由的调整的。对，这样子就没了。以上就是关于 iPhone 15的更新，其实就跟我在发表会当时听到的一样，哈，这样子就没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下 iPhone 15跟15 Pro Max 吧。那这次的产品系列并没有如大家之前所说会有推出 Ultra 的这个系列，对，其实我在先前影片里面也没有提过这件事情，对，所以这次的系列就是以 Pro 跟 Pro Max 为主。那在晶片的部分，这次就是直接改成叫做 A17 Pro， 我猜有可能是因为3奈米制程的关系，而且5奈米跟3奈米它在速度跑分方面的确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苹果又给它上了一个光环，叫做 A17 Pro， 或许未来会有单纯的 A17 晶片也说不定。那在价格的部分，因为今年 iPhone 15 Pro 它还是有提供到最低规的 128GB， 所以它的售价还是999美元。然后 Pro Max 的话，它就取消了 128GB， 那它就是从1199美元开始贩售。对，但是换作台币真的是非常的贵，原本13 Pro 的999美元是32900，14 Pro 是34900，那今年居然就变成36900了。那在 Pro Max 就更不用说啦，现在我们最低规的 Pro Max 机型居然要44900台币，这个买下去真的是心非常的痛啊，而且还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这个 CP 值，还是在买信仰。第二个部分就是关于 Pro 跟 Pro Max 外观的部分，那这次整个发表会它就是着重在钛合金的这个材质，不管是在发表会封面啊，然后还有它的宣传片，都是在强调钛合金。那钛合金它的好处当然就是重量嘛，今年的 iPhone 15 Pro 它是目前 Pro 系列里面最轻的 iPhone。那除了钛合金的部分，再就是其他外观的地，跟15系列一样，使用了 2.5D 的倒角设计，然后还有窄边框的设计，所以现在整体 iPhone 15 Pro 系列拿起来会比上一代的14 Pro 系列拿起来更小，而且它有弧形的倒角，所以你拿起来会变得更加上手，更加舒适。在 Type C 的部分，它就没有像15一样做阉割，毕竟人家是 Pro 系列嘛，所以它的 Type C 的传输速度就是来到 USB 3，那就是来到了10GB 每秒的传输速度。那再来的话就是把侧边的静音钮改掉，那改成了 Action Button， 就跟 Apple Watch Ultra 的名称一模一样。对，那这边跟先前的传闻提出的是一样，它这边的 Action Button 它是实体的按钮，并没有像之前传闻它是固态按钮。那固态按钮的部分，我们就要等到明年的 iPhone 16系列才有机会看到啦。再来就是相机的部分，相机原本就是除了 Type C 之外最大的亮点嘛，结果今年的相机也是令人有点傻眼。我们讲的潜望式镜头居然没有出现在这次的发表会当中，今年的 iPhone 15 Pro Max 居然只是一颗5倍的定焦镜头，对，该不会真的又要挤牙膏挤到 iPhone 16之后了吧？在相机主镜头的部分一样是4800万画素，然后它这次使用了更大的感光元件。那如果你使用 HEIF 这个格式拍摄的话，那你整体拍照清晰度的表现会来到4倍的进步。在 ProRes 录影的部分，从原本的 4K30 现在变成 4K60，所以你在整体慢动作拍摄或是专业拍摄会来得更好。那在第5个话就是支援了 Spatial Video， 就是我们之前在 Apple Vision Pro 所看到的那种类似 3D 的影片。对，所以你现在可以透过 iPhone 的2颗镜头同时来录制这段影片。那你未来在使用 Vision Pro 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带起来使用。那你就可以直接从 Vision Pro 里面看到你所录制的这个接近 3D 的画面。好，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更新呢？答案是没了。对，今年 iPhone 15系列的更新就真的只是这样子啊。有啊，唯一可以讲一下就是它的颜色的部分。那今年颜色的部分，它还是有保留金色这个颜色，只不过它就是钛金属原本的颜色。那其他颜色的话，就是跟先前一样嘛，白色的钛金属、黑色的钛金属，然后还有全新的蓝色钛金属。那之前所提出的红铜色就没有出现在这次发表会当中了。那有可能是苹果未来在半年后又会推出一个全新的红铜色，也说不定。对，那就真的没了，更新就真的是这样子。甚至连之前所传出的充电速度变得更快也没有发生，所以这次 iPhone 15跟15 Pro， 我觉得它真的就只是把一些基本的规格做更新，然后它尽量想要把价格压在美金的原价。那同时也验证我之前在影片讲的，就是苹果真的已经没有把重心放在 iPhone， 它真的是已经在研发 Vision Pro 还有未来的 AR/MR 的装置，所以今年的 iPhone 15 Pro 就真的只能这样了。那我今年因为蛮幸运有抽到苹果礼券，所以我应该会直接升级 Pro Max， 我就会尽量的马上下定，然后马上给观众开箱，我们就可以来实测这颗非潜望式镜头的5倍定焦镜头吧。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苹果近几年的发表会，其实在发表会前就已经传出非常多的消息，所以基本上大家都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都会有更详细的说明。今天只是给一些没有时间看发表会的人做一个快速的会诊。那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因为现在也已经凌晨3点多，所以我要去睡觉了。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记得按赞加分享，并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最后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以获得更详细的资讯。